Hello， 大家好，我是爱你的白痴毛。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啊，游戏行业的抄袭。相信很多玩家对于国产山寨已经忍无可忍了，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法律意识淡薄的维权小将，认为只要相似就是抄袭，谁火了就去喷谁，也是让人难以接受啊。今天呢，我们就来简单聊一聊我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谈到抄袭，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定义啊，什么算是抄袭？它和借鉴、致敬又有什么区别？在本视频里呢，抄袭的定义就按照我国的著作权法来判断，即实质性相似。在法律里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判别标准，即思想与表达二分法。法律不保护你的思想，只保护你思想表达的方式。感觉说了好像没说一样，大家可能现在一头雾水啊。我就来举例说明一下。就比如网文小说里常见的废柴男主30年河东30年河西，末期少年穷的桥段，一个作家写了这个桥段，但如果不允许其他作家继续用这个桥段创作，无疑是会限制了作品的创造力的，不利于文化的发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法律不保护你的思想，因为这会限制其他人的思想的表达。那么法律保护表达方式要怎么理解呢？就是同样的，末期少年穷，如果斗破苍穹里写了一个名叫萧炎的萧家废物，因为丧失了修炼斗气的能力而为指腹为婚的未婚妻趾高气扬的退婚，而另一个作家在另一个作品里也写了同样的情节，那么这就构成了抄袭。当然它可以改动姓名，改动一些事物的名称，但只要实质性相似，那么就是抄袭。说到游戏行业，我们同样利用思想与表达二分法，那就是游戏的核心玩法、游戏规则的相同算不上抄袭，而是核心玩法的表达方式，也就是那一层皮相似才是抄袭。可能有玩家就要喷我了，凭什么核心玩法一样就不抄袭啊？那个什么什么游戏抄了另一个游戏的玩法就是抄袭。但法律界目前的判断标准就是这样，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当年其实有过案例的，边锋网络的桌游三国杀起诉趣玩公司的桌游三国斩，说他抄袭我，采用同义词替换、词序倒装的方式改变三国杀中的人物的选择、人物的技能、游戏规则的文字描述，构成剽窃他人作品。但三国斩一句话就把他给噎回去了。三国杀的整个设计思路模仿了意大利卡牌游戏，棒！你告我抄袭，那我也告你抄袭。结果本案最终没能成为游戏的里程碑，最后以庭外和解告终。其实也不止国内啊，早在1994年，卡普空起诉 Data East 的斗士历史抄袭自家街霸2，结果卡普空竟然败诉了，导致之后所有厂商都懒得去告抄袭了。目前为止，对于游戏规则的复制，还是在法律的安全区域内的。我们反过来想，如果对游戏玩法进行版权保护，那么第一个开发玩法的人就会一家独大。比如市面上的 MOBA 就只有 AOS， 而没有 DOTA 和撸啊撸；市面上的 FPS 就只有德军总部，而没有使命召唤、战地什么的；市面上的免费游戏就只有征途，而没有后面的几乎所有游戏。这是限制了游戏行业的发展的。就像日本的3D 游戏怪物猎人之类的，人在墙角的时候，摄像机总是被挤到一些奇怪的角度，按理说直接把摄像机移到墙后，墙壁变透明就行了，但为什么不做呢？因为这个是 Konami 的专利，所以其他日本游戏都没法用，用就得交专利费。可能很多玩家心有不忿啊，为什么玩法的抄袭不算抄袭？你看那什么 CF 3亿小学生的梦想抄袭 CS， 但我们冷静一下，仔细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说 CF 抄袭 CS， 而不说使命召唤、战地什么的抄袭 CS？ 他们的核心玩法不都是一样的吗？两队人在一张地图里互相打枪。所以 CF 抄袭 CS 主要的喷点不在玩法，而是在玩法之外的部分，比如地图。CF 供电所抄 CS 原油通路， CF 研发基地抄 CS 玫瑰庄园， CF 沙漠灰抄 CS Dust 2。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部分，是这些部分加在一起给了玩家很像 CS 的感觉，再加上玩法一致，那就是一模一样了。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可以理解抄袭是如何界定的了。然而实际情况呢，就是玩家看一眼觉得是抄袭，很简单，但去打官司证明很难。目前的版权界定还是比较模糊的，毕竟实质性相似是一个相对主观的判断，在小说和影视文学领域也都不是很好判案，更别说新兴的游戏行业了。这也是为什么游戏行业山寨成风的原因。所以用法律界定艺术这种想法，其实可以暂时放弃了。虽然玩法的抄袭不算抄，但在玩法之外的部分，比如美术、音乐、剧本什么的雷同，我站在一个玩家的角度呢，还是要批判一番的。CF 呢已经批过了，是韩国的游戏，我们再来自我批判一下国内的游戏啊，比如逆水寒技能图标照搬 DOTA 2，比如迷你世界照抄我的世界，又比如王者荣耀。也有抄袭的黑历史，像是原画构图呢，我就不说了。我在这里说一下白起这个英雄啊，他的动作和黑魂里的亚尔特留斯一模一样。
当然，我说的这几个例子，后续厂商都有修改，摆脱掉了抄袭的帽子。这种知错就改的态度还是值得认可的。在游戏制作的流程中，一般而言，策划提出我想要什么样的美术需求，然后美术根据要求制作出来，策划检查一下没问题了，那就做进去。在黑魂里，亚尔特留斯为什么要是这样一个动作呢？那是因为他的左手废了，所以左手只能这样耷拉着。所以策划给美术说了这么一个需求，美术就根据左手废掉的设定给出这么一个动作，这就是人物最终出现的样子。而在王者荣耀里，白起肯定不是左手残疾人，策划估计给美术说，就照这个黑魂做吧，然后做了个一模一样的动作出来，根本就没有设计感在里面。其实不止这个例子啊，整个中国游戏圈子都是这种风气啊。在美国，策划叫设计师，美工叫艺术家，码农叫工程师，而在中国，他们却被叫做策划、美工和码农。为什么？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满足于现状，得过且过。我不否认有一部分人员确实是这样，但造成中国目前的恶劣游戏环境的原因，厂商、资本、从业者、玩家、政府都有各自或多或少的问题啊。这也是我做这一期视频的原因。我做这一期视频不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抄袭的界定，然后指着王者荣耀，指着逆水寒，指着腾讯游戏、网易游戏说一句垃圾游戏，你抄袭了叉叉叉，呸！然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洋洋自得，仿佛说出了这些话之后，自己就高人一等，比腾讯、网易还要牛逼。我做这一期视频是希望游戏行业的从业人员们能够努力的去摆脱抄袭的帽子。诚然，在现在的中国游戏市场里，老板说一句，我们就做一个换皮游戏啊，你就给我照着那个游戏抄，游戏策划也没有办法，他们说了不算，策划说了不算，美术程序员说了就更不算了。但我希望的是，所有人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为游戏的原创性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策划们能够努力的去做一位设计师，而不是流水线工作的苦力策划。你喜欢一款游戏，你曾经被感动到落泪的游戏，你留下了无数回忆的游戏，你想去还原它当年带给你的感动，你想去把这种无与伦比的感觉带给所有玩过你的游戏的玩家。方法不是把那个游戏原封不动的照搬过来，这是侮辱，而是提炼出精华，提炼出理论。它是因为情节的铺垫、人物的描述足够丰满，还是因为地图的设计、数值和情感曲线的把控触动到你的？去还原游戏体验，而不是还原游戏本身；去借鉴，而不是抄袭。在当下严峻的环境压力下，能做到一点是一点啊！不要自暴自弃，坚持下去。游戏设计师是给广大玩家带来美好回忆的情感设计师。这就是我对中国千千万万还在辛苦着挣扎着的游戏制作者们想说的话。加油，中国游戏！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观众呢，请务必3连支持一波。我是白时髦，一名整天摸鱼的独立系开发者，我们下期再见。